师兄，我是一个饱受邪淫困扰的人，我亦相信有很多同修都有这一方面的障碍，能请师兄可以制作独立探讨这一方面的视频吗？感恩师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佛人老 K， 首先呢，我要为大家感谢这位师兄啊！你们说啊，邪淫这种习气谁没有啊？但是能够像师兄这样老老实实的讲出来的人却不多啊。点进这部影片的人啊，都要感谢这位师兄啊！这个邪淫啊，你不要说末法时期啊，因为你用末法时期这个概念实在太笼统了。我们知道唐代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入末法时期了嘛，但是唐代没有像现在一样啊，你打开 FB 啊，你看里面都是 AV 女优啊，都像偶像般的存在嘛。以前古代啊，你不要说在别人面前袒胸露背啊，连娼妓都像过街老鼠一样嘛。所以啊，我们在戒邪淫之前啊，首先你要先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色情啊是怎么影响人们的。我这一篇啊，不会用道德绑架的方式来批判，而是尽量用客观理性的方式啊。当然讲这种话题啊，内容中难免会有一些批判，但是目的是带大家分析并找到一些对策，然后提供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你看现在这个 IG 啊 FB 一打开啊，还是最近年轻人比较常用的那个叫脆，是不是啊？这个色情啊几乎是处处可见，唾手可得啊。你如果年纪跟老 K 差不多啊，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起来啊，还是差很多的嘛。而且啊，不管你是不是 AV 行业的，几乎只要是美男美女啊，都把这个袒胸露背啊当作是一个有自信的表现啊。对啊，自信是好事啊，但是因此啊，被勾起邪念的人啊，却是与日俱增啊，而且年纪还越来越小。以前没有那么多媒体啊，但是现在你看看啊，以老 K 的感觉啊，80%以上的媒体啊，电视啊、社群媒体、报章杂志等等哦，你哪一个看不到穿很少的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你活在当下啊，除非你把你的眼睛戳瞎，否则你现在要用不滑手机啊、不看电视、不做什么啊，来戒掉这个坏习惯啊。你觉得简单吗？再来啊，以前古人说君子慎独啊，意思就是说啊，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特别容易在身口意上面放逸。那你看现今这个世界啊，你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多，还是跟大家一起的时间多？而且我敢说啊，不只是现在啊，未来的世界啊，这个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啊，肯定比一群人在一起的时间多。未来这个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啊，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你看古人啊，可能还没有这么多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啊，你回到家就要跟家人在一起嘛。那你说你这个时代你要怎么慎独啊？慎就是谨慎，就是绷紧神经的意思啊。所以你一天里面你有多少时间啊，要绷紧神经去过日子呢？你看去戒色论坛上啊，有很多大德啊，都喜欢把古人的话啊、古人的名言啊拿出来不断重复嘛。看的是很有道理啊，但是这个做不做得到啊，这不用老 K 多说了。这多半到后来啊，有很多人都只是听到转发贴文会有功德啊，所以像机械式这样的转发而已嘛。你说哪一个办法能够是真正对我们当下这个世界有一个真正有效的策略出来的啊？老 K 刚刚说的，现今社会啊，这个色情对大家的影响是与日俱增啊，有越来越广、越来越难防的趋势嘛。不仅如此嘛，一个人的时间变多了反正没有人看到啊，那么自然就不会这么震惊了，对吧？而且因为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元了，以前那种罪恶化、污名化的趋势也逐渐消失了嘛。所以越来越多人拍摄情片，利润商机也越来越好。以前老 K 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还要偷偷跑去夜市啊，看看有没有偷卖黄片的摊子嘛。但是你看现在呢？我这边就不多说了，等一下有人说我教坏小孩所以我要说的是啊，如果你是一个为邪淫而苦的人啊，很不幸的你生存的年代就是这样。这个习气要控制住啊，本来就很不容易但处处都是诱惑啊，好像都会跟你说泄欲这种事情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你看看谁不会泄欲啊？大人小孩啊，谁的人生没有邪淫过？
你看看我们现在找不到几个像以前古代那种圣人嘛，有啦，开圣人模式的人是很多啦，但是你仔细看看这些开圣人模式的人可以分成2种，一种是持戒持的不差，可能持了好几年了，可惜就是没有体会到泄欲的根源就是有一个我执存在，或者说他已经知道了，但是多半的人就是改不掉，所以这种人不论他戒了多久以后有一天他还是会回归就是想要满足当下的这个自己另外一种就更糟糕了，持戒可能没有持了多久但是就是觉得自己很棒越持越骄傲的你去戒色论坛上面看看这种人很多嘛，随便逛一逛就一大把谈到这个戒色每个人都跟大神一样，但是这个戒就是越持慢心和傲气越重，戒色有没有成功是没看到觉得自己持得很久比别人了不起的人却是比比皆是这个持戒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要修自己改掉自己的习气但是这些人却天天在养成另外一种习气就是傲气所以发现没说了半天问题的症结点就在这个我执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都是有意义有目的的，或许你是来完成功课提升自己，也或许你是来报恩还债积累功德，但绝对不是为了满足欲望而来嘛。这意思就是说满足欲望这个习气虽然人人皆有，但对于你本来应该要完成人生课题的这件事而言它就只是一个绊脚石而已让你的生命和精力浪费在这些无意义的事情上或许你会觉得泄欲是抒压怎么会没意义呢？问题不在抒压，而是大家都把一个本来应该逐渐淡化的习气，用另外一种合理化的糖衣包装过后并当作各式各样诱人的产品去推销出去吧，诱惑更多人入坑你看看不是这样吗？这个啦啦队一定要穿少一点这是自信的表现嘛。黄片色情业可以让犯罪率降低或许吧，但是大家看到更多的是因此染上恶习的人是越来越多，把自己这个有用之身消耗在这种娱乐上的人越来越多嘛，而且还越陷越深你看很多医学报告都一堆人跳出来跟你说自慰没有害处并合理化这些行为但是真的对每个人都没有坏处吗？并不是你找不到医学根据就说没有坏处嘛。事实上真的有一些人因为这样肾亏越是纵欲面貌就越猥亵嘛。如果真的没事中医挂早泄阳痿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多？好了，先不要谈这个等一下有人看到又要来踢馆。所以这边我要说的是不要忘记自己人生的主要目的这绝对跟年纪无关不是你还小还年轻就不用去想这个，而是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每一个岁数我们都应该想一想自己来这一趟到底要完成什么，到底是来干嘛的当然在老 K 的频道里面很多长辈都是为了遇到净土而来但是老 K 这边要讲的并不是信仰或是依归而是一种人生的使命和目标。我们看为我执这件事的根源为什么要先说这个？因为满足欲望的根源就是执着有我。换句话说你没有天天在分别执着这个身体你怎么会去满足欲望？怎么会去邪淫呢？但我这边要先请大家去想想我执的危害老 K 先假设执着有我这件事的本质是没问题的，从小大家满足自己的欲望也是没问题的话，那为什么时间到了又这么多人去意识到纵欲的危害了呢？这是不是可以视为痛苦出现之后的反思这个生理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痛苦在一定的年纪过后我们身体不再这么好了，就会开始意识到危害了嘛所以你们看看执着有我一辈子在尽头等着你的是痛苦以为满足欲望能够带来快乐，但是事与愿违你是越来越痛苦所以我执在产生的时候已经错了。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可能目的人生的功课大家都是不太相同，但是意识到我执是不对的这件事情几乎是每个人都应该完成的功课。
也就是说啊，越早意识到啊，你的人生就赢在起跑点上。既然我们刚刚的结论是我执这件事情不对，所以我执衍生出来的这些欲望啊，其实也不正常嘛。但是啊，意识到是一回事，你改不改得掉习气又是另外一件事。因为这个我执啊和习气可是捆绑的紧紧，你怎么改得掉呢？你要靠自己改掉啊，真的很难嘛。你看看这个戒色论坛上啊，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啊，不是最好的证明吗？当你在戒色的时候啊，都知道不可以泄欲满足自己，但是啊，这个时间一到了，你就会去找欲望啊。你靠自己要成功啊，10000个人里面看有没有1、2个啊。那你可能会问老 K 啊，我要怎么在有我执的情况之下去掉自己的欲望？有啊，就是把这个我执啊转个方向，变成他执。既然执着这个习气改不掉啊，何不利用它来帮助我们解脱呢？怎么利用呢？试着把执着有我的这个念头啊，转而去执着佛的愿力如何？这个心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我和佛合一你就先假设我的利益和佛的利益是一体的。你把天天执着自己的这个习惯改成天天念佛如何？先用这个方式把我执逐渐改成执着念佛你知道这有什么不同吗？我执是执着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等在前面的下辈子就是地狱这个佛执则是有加持，我们靠佛的愿力帮我们先脱离六道你天天这样佛执时间久了你会怎么样呢？这个执着转个方向现在执着要去西方你的心你的愿在一天天佛号加持之中和佛越来越近，那你的欲望会不会有变化呢？老 K 这边就直接说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个满足欲望这颗心会逐渐变成满足佛愿。其实本质上都是欲望只是经过佛天天加持以后，佛愿和自己的欲望逐渐合而为一你当下没有把邪淫的习气改掉但是已经养成了一种新的习惯，就是满足佛愿用这种新的习惯去取代你以前的习气而已我们在这个世界都想要对抗我执，对抗自己的欲望，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像这种根本烦恼，只要我们还在这个欲界你要靠自己的力量要脱离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就算你把眼睛戳瞎，你耳边会不会传来一些勾起欲望的声音？好，就让你再把这个耳朵弄聋好了，你鼻子会不会闻到喜爱的气味你鼻子也闻不到味道好了，那触感呢？老 K 以前的影片里面有提过就像你在游泳池中你又想要把衣服弄干一样这有点像痴人说梦嘛。你们有没有听过打不过就加入的理论？不是要你从此就去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是转个方向让佛愿来带你脱离这个改不掉的习气用这种方式可是比你自己傻傻的用螳臂挡车还要有用多了，对吧？那重点来了，我们平常要怎么把这个佛执落实在你的生活中呢？这很简单就是用称名念佛用听佛号的方式来取代你平常这个私欲要起来的时候因为你念佛，佛一定知道你想要改掉你的习气这件事情佛也知道所以这个念久了，就逐渐可以体会到佛力佛愿的强大。在他面前你这个私欲习气这股你本来无法抵御的力量会逐渐变得渺小不值得一提因为到时候你早就知道天天跟佛号在一起的好处我们天天都被佛光摄受嘛而且随着你天天持续称名念佛你会逐渐有升级的感觉。除了满足自己解救完这个自己以外你会逐渐生出慈悲心这个想要去帮助更多人因为天天与佛同愿逐渐会知道他想要救的众生在哪里，会逐渐想要尽绵薄之力去帮忙。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在这条白道上了你看
即便你没有时间啊，你是一个忙碌的人，你没有办法每天念10000声佛号啊，那也没关系啊。重点是你持续努力念下去，听下去，配合你当下的生活作息就好，不用有包袱啊，也不需要有这么多规矩。记得啊，以前有一个朋友来问我啊，他的工作是保洁啊，这样天天打扫厕所啊，又一边工作一边念佛，这样会不会很没礼貌啊？其实啊，面对阿弥陀佛啊，你就像面对朋友一样就好，坦诚的跟他交心啊，不用矫揉做作，用最原本的个性去跟他交朋友。因为啊，你与佛同愿啊，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敬意。阿弥陀佛不是6道中的鬼神啊，还会要求你贡品到不到位，对他恭敬不恭敬等等嘛。只要持续念佛啊，相信佛力佛愿，愿意跟他在一起，这样啊，他就像你的父母啊，绝对不会因为嫌你脏就不爱你一样。即便你念的不多啊，但是持续念下去，不用他法来戒摄啊，不靠己力去琢磨，这样啊，你以后这一辈子圆满了以后啊，他肯定来接你，你就不用担心戒邪淫有没有戒成功啊，戒失败要去地狱报道等等嘛。因为当我们选择啊与佛同愿的这个当下，照我们的人啊就已经换了啊，这个临终前啊，佛愿佛光啊会先现前，抢在死神来之前啊，把我们带走嘛。如果你愿意啊，把自己的心态调到这种有信有愿又愿意持续下去的这种状态，那就是最好的持戒啊，最厉害的修行方法。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